请记得订阅设计家的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以及打开下方的细细字幕哦。装潢小学堂上课啦！大家好，我是魏助教。装潢大小事，我为你解释。睡眠占了我们人生的1/3，如果你睡得好的话，身体、事业都会样样好哦。那我们就想要来问一下简老师说，床这个方位到底会是怎么样子来配置是最好的？那床跟门又会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关系呢？好，首先床最重要的就是安稳，卧室呢要安静。对，那第三个呢，就是也要干净。所以床要安稳的第一步呢，就是你头后一定要靠墙。就如果头后不靠墙呢，不管在风水上怎么做，都一定会出现问题。第二件事呢，一定是不能压梁。原因是因为压梁在磁力结构的状态下是不太好的。梁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那传统呢，老师有的会用钉子，也是用金属去把这个磁化给消掉。但是呢，最近有一个新的心得，以前我们会用一些材质去隔，但后来大家说在科学上比较能隔，可能还是用像锡箔纸这些东西去把它包起来，就可以做一个磁力的阻隔。在下面第二个部分呢，我们讲的是要安静。这个卧室呢，一定不能晃来晃去或是很吵闹。如果你的卧室底下刚好是骑楼，你刚好睡在2楼的时候，底下就会吵闹，就会晃动，这都是不可以的。那再下来就是干净啦，那整个地方不能够脏乱。如果呢对到厕所，或是说里面有太多漏水的问题，都会造成健康上的疑虑。最后一个呢，隐私很重要，所以这牵扯到所谓的门，就是如果你门开的方式不太对，就会影响到一个人的隐私状态，或是容易被吓到，也会我们所谓的不稳，都会造成睡眠上的障碍，而让你的运势变得比较差哦。好的，那接下来呢，我就来进入我们的个案的讨论哦。第一个案子呢，是来自于新北板桥的一个王小姐。老师啊，她的房间呢有开门见床的问题，她其实又不想要用门帘，她是在房间内的那个双人床的上方边缘，她已经挂了一个不透光的窗帘布。那想问一下说，这样是否已经可以去挡开门见床的煞气？那其次，她想问说，窗帘布的颜色是不是有好的颜色可以去帮助她做一些开运的动作呢？这里看起来他门口有挂一个布嘛，已经做一个遮挡了。他现在这个遮挡还是他一进来就会直接看到这个人的床的侧面嘛？那他的柜子呢，看起来也不够高，所以代表说他其实还是没有遮到他的床啊。所以以隐私考量来说，这个还是达不到我们所谓的不曝光的一个做法，也是会带来一些我们所谓破财啊，或者说如果是2个人睡的话，会有一些感情上的问题啦，代表你们2个人的关系随时会被人看光嘛。所以建议这个柜子还是再高一点，不要一进来就看到睡觉的人是比较好的一个做法。好，那接下来这个房间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它的房间里面没有窗。最多只有一个小的排气扇，就是说它的浊气会排不掉，因为通风不好嘛，那就是我们讲的不干净。那里面的人呢就容易生病。另外一个部分呢，它也很难纳到外气，也就是窗户外面的气，所以它也很难有所谓的财气。那这个卧室呢，就属于说，第一个容易破财，因为没有隐私；第二个呢，容易生病，原因是因为浊气排不掉；第三个不容易纳财的一个卧室。所以建议他还是换一个卧室比较好，或是维持这个卧室的通风是很重要的。下一个案例，我们来看到是彰化的陈小姐，她一走进主卧的右前方有一个厕所，那厕所当中有2个窗户，她想问一下老师说，这2个窗户如果都有保持对外的干净之外，有没有还有其他的问题，或者是说她的主卧室有没有什么其他要注意的地方呢？对，大家可以看到嘛，它有一个窗帘的部分嘛，所以代表说它床头是对窗的，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床头不能靠窗，床头一定要靠墙。但是它可能会有个问题，他说老师，我床头如果一靠墙，我好像就直接门对床头，对吧？那我们就讲稳是第一步哦，如果你这个不稳，后面都不用讨论了。所以床头靠墙是最重要的，一定要想办法靠墙。那至于说开门就见到这件事，建议让门上锁，可以避开说有人进来吓到你的状态，或者是在门跟你床之间加一个比较高的柜子或是一个屏风做一个遮挡，就可以改善这个问题了。好，那我们看后面设计图的部分呢，它卧室是改完了之后会在这个床头后面加一道墙，变成还有一个衣帽间。我个人建议啦，床后面还是连衣帽间都不要试是更好的啦。
如果是衣帽间，还是会有走动的问题，然后还是会有一个空的一个现象啊，因为它还没有隔嘛。我会建议他不如把衣帽空间是坐在门口那一边，反而是让自己的床后面直接对到墙，这会是最好的一个做法。那我们就来看下一个个案，下一个个案是中和的翁先生。翁先生的问题是他一直觉得他自己遇不到职场上的贵人，老师在他的主卧是不是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首先呢，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床是靠在一个柱子上，然后床头呢部分可能加了一个床头柜避开这个梁，但是看起来我觉得还是在梁下，还是很近啊。那他如果一直觉得自己没有贵人的话，其实我觉得他的这个睡法跟有没有贵人，我觉得影响没有那么大。唯一大的是说，因为他贴着这个柱子哦，所以他是有一点点会被这个柱子的角切到他的头啊。所以我觉得是说他的龙边有根柱子，代表说他在贵人运上不是那么好。那他的虎边呢，看起来是没有一个特别的靠墙，因为它是以龙边为主的靠墙嘛。那这样的状态下就会形成我们所谓他在龙边男性的贵人是在帮他之余，可能还会给他一点冲突，也就这个角煞的问题。所以建议大家什么，就是如果你一定要贴着这个柱子睡哦，就是尽量把你的床再往前一点，或者说把这个柱子呢，把墙面弄平啊，不要形成一个凹槽的状态。这样子的话会更好一点，因为可以避开这个角。所以如果他这个房间要改，我会建议他就是他头后面那个角，把它改成一个圆角，把它包起来，不要是这个锐角，然后再把床呢靠上去会比较好。或者就是他往前直接把那个床的凹洞铺平，这样子呢都能对他的贵人运有效的改善哦。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房间其实还蛮漂亮的哦，它的那个床的两边刚好都有2个窗户，在它的主卧的地方呢，它的床啊还用了一个类似古代蚊帐的这种皇帝式的那种铺法。老师，这样子的床的形象是不是有什么影响呢？它这个床后面有2道玻璃，可是床后面是墙，这个在形家上没有问题，因为你的确是床头靠了墙。我们讲它以稳来说没有问题，但是以安静来说可能会有问题，因为你的玻璃还是离你的头很近，所以如果外面有嘈杂声音，你还是会有失眠跟睡不好的状况，还是有破财的迹象，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是以这个纳气为主，如果它这个状态是它纳气一定是纳斜的，在整个的这个下元运只有4个方位是好的，分别是南、这个西、西北、东北是好的。如果它的头后面这个窗哦是在北方，那代表它2个窗分别是西北跟东北，那就会很旺。但如果它床后面这面墙是南的话，就尴尬了，它分别会是东南跟西南方。那这2个气都是不好的哦，所以它就会造成肠胃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和家中的这个女生的健康会有很大的问题。就如果睡在这张床上是女生的话，你如果开错方向的窗，倒霉的概率会非常高。因为这个窗哦的纳气也是一面好一面不好，一边是西北，一边是西南的话，那也会不好哦。因为气跟水一样，一点脏全部脏啊。这个双面开窗的模式，我们并不是那么建议，除非你的朝向刚好是南方，那当然可以做这件事。但如果不是，就不建议。我们讲的朝向是指他头后面睡的方向，那一个墙壁是在南方，并不是所谓大门或是阳台的朝向，跟大家提醒一下哦。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大马的阮先生，他只想问一下老师说，主卧呢打开门之后就可以直接看到窗户，请问这样会造成所谓的漏财的现象吗？哦，是马来西亚槟城的朋友的阮先生哦，主卧是看得到窗，会不会破财？不会破财。你会破财原因是因为窗太大，然后你的这个窗又朝东南，你睡在这里呢，基本上东南应该跟排泄系统、跟腹腔之类等等比较有关联，身体健康上会有些慢性疾病的发生。你要怎么做？就依照你床现在的摆法，它会有几个问题。你的摆法，你左边是窗没有靠，所以你没有男贵人，所以行家上不 work。然后右边也没有靠，所以也没有女贵人，但左边是窗比较严重啊。好，那如果这改法，我们会建议你把你的窗，如果以照片来说，就是由左到右的部分封到中间，这样的话，你睡下去的时候，你的头对着窗，窗是在你头的南方。所以你就可以纳到好气，就容易发旺发财。同时间，因为你把窗封掉了，所以你就有靠了，所以你的男贵人也会变多。因为你不会纳到东南的气了，所以你身体也会变好。对于你的财运、事业运、健康上都有大幅好转，建议你可以着手做这件事情。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台中的郭先生，他觉得他住进这个房子之后，身体状况一直都有一些问题，然后钱财也一直守不住，想问一下他有没有一些风水上的疑虑呢？
这个房子也是一样哦，它的房子中间厕所非常靠近中间，这是第一个，这对健康上面是非常不好的一个方向。然后我们看它原来的格局图，中间是有个柜子的。我们一般建议大家哦，房子的中间哦不要太过脏乱，不要太多东西。但是我觉得郭先生应该是很难，因为从他的这个照片里来看，哇，他的房间东西已经多到一个不可思议了，衣服非常非常多哦。我们讲一个人的进气跟他的窗特别有关哦。如果窗边呢充满了杂物跟一些衣物啊，没有整理干净的东西啊，那这个人他就很难健康哦，很多容易漏财。我们再往下来看哦，它的这个上面是电扇加吊灯的一个结构，然后这个灯本身有点尖的意味在哦。我建议把这个吊扇跟电灯都换成吸顶灯啊，因为这种有带尖哦或是光会射的这种哦，我们都不能说在风水上是好灯啊，它都是属于这个造型灯，不建议用在卧室里面，你在客厅可以，不然的话它都会构成一些容易破财或是容易让人焦虑的一个问题。好，那再往下来看的话，就是我们讲它有几个房间床是贴地板的，我们不建议大家贴地板睡觉啦，整个这个浊气是比较低的，都会到你的身上，所以你也容易就是一直生病啊。然后再来是衣服太多这件事，建议用衣柜把它收纳起来，不然它整个视觉上会杂乱，杂乱就会心慌哦，会心慌就容易花钱，所以你就容易守不住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内湖的西先生老师，这个主卧呢蛮特别的，它应该是原本是一个不太方正的房间，然后他用了柜子去把它挡起来。另外一个问题是，他有问起说，他这样子开了门就直接见到窗户，这样形成所谓的穿堂煞吗？卧室穿堂煞这一个东西的影响其实是很少被参考进去的。为什么？因为穿堂煞本质上有几个逻辑，第一个风要够大，会穿风。第二个事情是家里不聚气，是因为你气流直接被带走。可是呢，卧室一般来说，你的卧室大小跟窗的大小，你气流进来一般会沉积在你的卧室的旁边的墙上哦，所以不太会形成穿堂的问题，因为你的门不会大到说让它整个没有办法沉积啦，而且气流流走这件事情，基本上你的墙不会因为你的大门开关而没有聚气，更多是窗是不是太大，房间是不是太空旷，房间是不是不够大，类似这样。但是它比较大的问题是，它的卧室里面有根柱子，而且是凸出来的，所以代表说它形成一个角煞，这个角煞是会切到你的床的哦。只要卧室不方正，我们一样逻辑，只要不正就会有问题。那这个问题是它是凸一块出来哦，所以要很注意，是它有可能睡着睡着，身体上面会出现一些病变，可能会长一些结石或是一些可能奇形怪状的问题，因为这是你卧室，卧室代表你睡的一个状态。那第二个是也可能是做事情的时候会有一些阻碍，因为凸出来去挡了你的这个阳台，因为它的卧室外面是直接对到你的明堂的一个地方哦，突出一个东西，在整个风水学上面来说都是比较严重的哦，还是把它卧室做一个重新的隔间，让它变方正，可能是比较好的做法。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桃园的刘先生，老师他这个主卧呢，虽然没有格局图，那你可以从他的照片当中可以看得出他有什么样子的问题吗？非常直观来看，就是花太多了，窗帘、床垫，然后整个布置里面都是花。那这样的人呢，一定会就是为桃花所耽误哦。所以我们建议他把所有的窗帘啊、床垫啊，全部换成素色的哦，他的运势就会大幅的改善了，让他可以更专注于就是他的事业做的东西会更好。下一个，我们来看一下永和的简小姐，这是一个新成屋，她比较想要问一下老师说，她的那个主卧的窗是面向西，那你会建议她要怎么样睡，会对她来讲是最好的呢？好，以窗朝西的逻辑来讲，那头建议是靠在有厕所的那一面，因为有可能他会说他不想头后面靠厕所。一般来说，邢家当然是不支持头朝厕所，可是因为老师我还会加上这个纳气的部分去考量，所以头朝厕所只要维持厕所清洁，然后尽量不要在你睡觉的时候有人在那边一直用，那基本上对睡眠的影响都是比较少的。所以他如果头靠着那个厕所那面墙，他的窗就会在他的西跟西北边，那都是好的气，对于事业、对于升官都有帮助。但如果反过来是脚对厕所那一面，他的窗就会在西跟西南，那同样就是会对他的财运和肠胃的问题和一些妇科上面的问题造成状况。那我们会建议他还是头靠厕所这一面是比较好的。下一个是树林的蔡先生，他的照片当中，他现在应该是睡着，是头是向南，脚是朝北，东边呢有一个大窗，他想要问一下说这样睡有没有问题？其次，他跟小孩的房间睡有一个所谓的对门煞，老师这有部分有机会化解吗？这个卧室本来就很小了，所以这个窗是显得更大，所以建议他真的是封掉大概1半到2/3，变成一个东北窗的状态下，他纳的气会比较好，而且整个房间也比较聚气，才能聚财。那至于说门
门对门这件事情，一般来说，我们建议加个门帘就可以有效的改善了啦，所以倒也不是大问题。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鼓山的林先生，那老师他的主卧有没有什么问题呢？这个床的大小，我自己看起来是觉得有点偏短。这个问题是哦，它的这个床架比它的床垫大很多哦。那我们建议床架跟床垫配起来比较好啦，不要有这种悬差。同样的逻辑，就是你睡起来的时候会有一些部分是空的，变成说很像是你有一点这个没有完美的齐哦。只要这个东西不齐，都不是好事。例如说它有漏东西啊、空东西啊，或等等，都不是刚刚好的时候，我们说这就不是一个合理的局。有形必有灵哦，这个形状有点诡异，通常就会有奇怪的事发生。垫子跟床不合，我们可能会判断是哦，你这个睡的时候就睡不安稳。那第二个点呢，你可以发现说它好像是贴着窗睡。那我们讲过贴窗一定没好事，就基本上是没有贵人，而且睡也睡不安稳。所以如果整个的结构，我们建议它也是封一部分的窗起来啦，因为看起来我底下它好像是做死的，它没有办法就是挪出来嘛，那你只能把窗封起来。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做法了。今天经过我们的很多讨论，其实我们都要发现到床、还有窗、还有门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都影响了我们的健康，影响了我们的睡眠，也影响了你的前途以及运势。今天的节目，我们还是非常谢谢简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好，今天很开心哦，看了很多不一样的房子和的卧室。然后这个卧室之间呢，我们又讨论了很多关于方位的取舍和行家上的取舍哦，那就是让大家理解说，到底风水师一般执行的时候，习惯是怎么样的。那我们会通常在2难或3难之间哦，想办法取舍，甚至做封窗等等的动作。那这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在做风水的时候是如何考量的，也希望大家呢，也可以在风水上面理解怎么样做出一个更好的风水，让你睡的品质更好，让你的事业跟财运呢都能有更大的收获哦。谢谢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分享给你的亲友，锁定我们每周4更新，让我们一起过好生活。